日本最南端的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距离钓鱼岛只有150公里。而自卫队不断强化在该岛的军事部署，不仅空自日前重新部署了一支 JTPS-102雷达部队，陆自刚成立的电子战部队也将在今年内进驻。请教一下曹先生，您认为这会对台海和钓鱼岛局势造成多大影响？其实啊，日本呢，它在这个与那国岛附近呢部署这种雷达呀，或者是相关的这种监测部队呢，都是为美国的印太战略服务的啊。那这个印太战略呢，就是要对这个重要的海上通道，还有这个空域进行这种监视。由于部署在与那国岛这个附近这些岛屿上之后呢，就可以对通过这里的舰艇还有飞机进行相关的监视。而且呢，可以查证你的这些作战平台的性能啊，那它就可以把它输入数据库啊，为它将来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来服务。它不但有雷达，它还部署了导弹呢。所以就是说，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它雷达发现了目标，就可以用导弹来打击目标啊。那就等于是对这个区域里边，无论是海上还是这个空中目标，就有一种查证和打击的能力啊。那同时呢，它也可以把这个相关的这些数据传给美军呢。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美国继续拱火。美国时间本周一，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发表声明称，国防部长奥斯汀当日与即将从美国返回乌克兰的乌军队进行视频通话。这批乌克兰的军队在美国训练了2个多月，掌握了不少高级战术，还专门针对无人机的操控进行了特训。这与此前美宣布新一轮对乌军援100架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也形成了呼应。那么这些无人机会对冲突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过去1个多月中，经常可以看到俄乌无人机陆续出场，他们又有怎样的战场表现？美国国防部的声明指出，当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时，就有一支乌克兰军队在隶属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安全合作学校 Naval Cells 进行军事培训和教育，包括巡逻艇操作、通信和维护方面的训练。自3月初的课程结束后，美国军方为该小组提供了额外的高级战术培训，包括关于无人机的培训。该军队将于本周从美国返回乌克兰。上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还在记者会上表示，自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对乌援助总额已经超过了17亿美元。科比还表示，最新的100架弹簧刀无人机已经从库存发出，而掌握弹簧刀的使用方法需要大约2天的时间。